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同比特币出现了高度的同步。那这里的同步呢，我们指的是周线级别上的同步。首先，我们看道指这两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欧之后，做出了什么动作呢？做出了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的一个悟空阳线啊，这里是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的悟空阳线。前面行情当中，道指走出了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宣告道琼斯工业指数从反弹转变为反转，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走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组走完之后，在前一周我们看到道指冲高到39282点这个时刻，那这周呢走的是第三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欧的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啊，也就是说道指正在进行第三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欧，那上方就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多头的预期。而目前为止，对于比特币的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啊，它在这个位置上，在底部就出现了23年1月份的第一轮的上涨行情。那这里的上涨行情，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之后，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启动于23年6月。23年6月份这里走出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那这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持续到23年10月份这里面出现了长达4个月的干扰性 K 线那这个悟空阳线最终复活之后，上方走八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那第三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可以看这个位置在23年12月份走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组、八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之后，我们看到本周行情继续上攻，那这里的上攻动作正是对于比特币来说周线级别第四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那再往上走，我们认为它会走出第四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在本周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创出一个新高，那这个高点距离前高69198非常接近，所以说呢，在当前的情况下，虽然前面行情当中出现过2次波峰，都位于$69,000附近，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在第四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的指引下容易触发继续的一个多头行情。因此呢，在本周继续大涨之后，行情的第四轮上攻动作正在进行。今天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也做出了一定的回调动作。那4小时级别这里的回调动作，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所以说呢，在周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的同时，在小一点的时间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是有机会重新回踩到$62,000，完成它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完成它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但这个位置也容易做出小时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迅速回补，破出横盘动作，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发动突破。那在小时线这里面，我们看到小时线级别3月5日这一天也就是今天12点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那再往下走，小时线级别的回调目标位是在$65,000。所以呢，通过时间级别分析来判断当前行情，它有2个时间级别的调整动作，一个是到达$65,000的小时线级别下跌西游，一个是可能会发生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所以呢，目前大周期周线级别上，我们看长做短，周线级别上是一个多头趋势，那在小时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上是一个回调趋势。因此呢，在如此高的位置上，我们做进场动作的大概位置是在$65,000到$62,00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整体来看，周线级别上已经出现第四轮次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之后，那多头仍然有继续被触发的一个预期。同时呢，这轮行情也是山寨币、抹膜币的一个整体板块爆发的一个时间阶段。我们看到 PEP 出现暴涨，史币出现暴涨，BONK 出现暴涨，基本上很多抹膜板块的类似狗狗币这种都出现了快速上行，包括道指。那么以哪个币种作为盘眼呢？我认为以 PEP 最近2个交易日的龙头币种作为盘眼。那么分析 PEP 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目前所处的位置是沙僧阳线。为什么说是沙僧阳线呢？因为在周线级别上，前面行情当中有一轮次下跌过程，下跌完成之后出现第一根阳线，这根阳线没有脱离下跌趋势，第二根阳线这个位置构成悟空阳线。那第2根和第3根非常接近，所以呢，它们合并 K 线共同构成悟空阳线组。再往上走呢是八阶阳线，本周行情是沙僧阳线。
沙僧再往上呢是唐僧阳线，因此呢，我们认为 PP 是本轮行情的龙头发动机，同时呢，它在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那么排名第二的币种呢，我认为是今天出现爆发式上涨的史币。那史币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它没有创出历史高点，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两根巨大的阳线。那在周线级别上，史币是落后于 PP 的。在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史币走出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那再往上走就是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随着 PP 不断走高，史币必将跟上，那最终完成周线级别的目标点位是前高0.4008854附近啊。因此呢，对于今天暴涨的史币来说，仍然具有多头的机会。但在小时线这里面，我们看到小时线级别悟空阴线之后，也不用过度惊慌。这个位置回补之后，下方虽然有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但原因是这个位置上出现了日线级别上涨息优之后，它要做出一定的调整。那日线级别上涨息优我们怎么看呢？首先是2月29日，这里是第一根多头信号，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一根干扰性 K 线再往上走啊，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目前是唐僧阳线。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史币已经完成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息优。这一组日线级别上涨息优走到了周线级别的八戒阳线的实力范围，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小心的一点是，根据我们 K 线息优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就容易做出今天中午12点午盘时间点出现的这个空头的信号啊，这里面是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也就是说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调整的。但是这个调整并不能改变周线级别八戒阳线已经走出来的趋势，因此呢，对于史币来说，上方仍然有机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重新出现一个高点。还有币种呢，非常类似于 PP 啊，为什么说类似于 PP 呢？因为我们看到 PP 正在不断创新高，那 BONK 作为一个次新币种来说，在这轮行情当中出现了新高，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同步了 PP 走出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这两根阳线非常清楚，第一根阳线涨幅114%，第二根阳线涨幅52%。那再往上走呢，就是 BONK 属于它的一个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这里指的是周线级别。但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它做出了一个调整。那这里的调整，我们看到也是由于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它正在做的是小日线级别调整。目前小日线级别调整基本上算结束了。有没有机会做4小时级别调整呢？是有机会做4小时级别调整的，因为这个位置上4小时级别出现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那调整的目标位往往是在小时线级别144均线0.40026附近做止跌反弹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在 K 线息优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规律所以对于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大家要注意。但是呢，对于我们币种来说，很多人认为高点来了不断创新高，非常恐高，但不用过度担心。这轮行情走得非常极端在比特币上3轮周线级别上涨息优，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息优几乎没有完成调整，就继续做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息优的悟空阳线，那么将会给很多山寨币提供多头上涨的机会。那同时呢，这些山寨币也包括目前还处在底位的达氏。我们看到达氏这轮行情基本上没有什么表现，22.6美金的低点到当前位置还没有做翻倍仅仅涨了80%左右。所以说呢，在底部很多币种，特别是上轮行情的主流币种，往往会有更多的机会。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柚子也出现了不断上涨。虽然不建议碰柚子呢，但是柚子的上涨证明处在低谷位置的大多数山寨都处在一个迸发期。那昨天呢，我们也讲到了一个 OOKI 呢是排行在 Binance 平台上市值倒数第2的一个币种。那这个币种呢，在我读者频道和会员频道都给了出来，原因就是它市值排名倒数第2，排名市值倒数第2，但是它的总量呢和 MEME 这个币种非常类似同时呢，市值和 MEME 大概有接近30倍的差距因此呢，我们当时给出了一个 OOKI 处于低谷位置，处于一个待发期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50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多头信号走势非常完美，容易出现一个弧形的上涨，还处在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底部因此呢，建议可以购买一些 OOKI 这种山寨，只要不下线必安，往往能够获得很大的利润。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息优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购买，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